你和老婆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面无表情，因为就在3分钟前，刚影押的结婚证上交到了你们手上。看着面前的女人，是妻子，不对，准确来说是前妻，同时也是你认识了28年的青梅竹马姚希。没错，就在3年前，在父母和熟人的撮合下，你和姚希这对青梅竹马稀里糊涂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当时两个人都信了外人说的鬼话，说什么青梅竹马在一起就会幸福的，可真的幸福吗？结果就是婚后的生活一团糟糕，两个人太熟悉了，以至于没有谈恋爱就快速闪婚，结果婚姻中的琐碎让双方不可避免产生了隔阂。大家都努力过，可是越努力争吵越多，裂痕越大。熬了3年，大家都很憔悴，最终冷静了几个月后，你们选择了协议离婚。你叹口气，还记得小时候对方跟屁虫似的黏在自己身后，说什么长大了要给萧家做媳妇，说的时候互为邻居的双方爸妈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只是故事里青梅竹马的剧情终究没在自己身上上演，两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既没有喜欢对方，也没有讨厌，一纸离婚协议变成了熟悉但又不算交心的朋友。祝你幸福。姚希神色黯然，真可惜，咱俩都浪费了各自3年人生。你叹气，好后悔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就不会再听他们的，和你结婚了。我其实还是很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的。姚希点点头，谁不是呢？如果再来一次，我高中也要谈恋爱，大学也要谈800个。看了看时间，他道：那么该说再见了。该说再见了。就这么目送他踏上马路，可忽然远处传来刺耳鸣笛声，方向正是姚希。不好，是大卡车！司机失控了吗？一个箭步上前就要抱住他，顺势滚到一旁，可速度实在太快，在看到车灯逼近的瞬间，两个人下意识紧紧抱在了一起，就像是小时候他被自行车撞到时被你扑过去，用自己的后背当肉垫那样。等你再醒来的时候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这是看了看熟悉又陌生的房间，桌上那个玩偶不就是我高3时买的吗？我这是回到了18岁。看了下日期，6月1日，距离高考还有1个礼拜，我重生了。这时房门打开，妹妹肖若雪一脸无语，不是哥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不好意思，学习压力太大，脑子坏掉了。哎呀，姚叔叔喊我们去吃饭，走吧。你脸都垮下来了，重生不到10分钟又要见姚希？不要啊！走进姚家的时候，叔叔和阿姨都很热情。小范来啦，今天吃排骨。瑶瑶在家卧室，你喊她出来吃饭了。进门的时候，房间内的陈设还是那么熟悉。青梅竹马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表情似乎有点呆。那个什么，出去吃饭了哈。心中不断告诫自己，现在是过去，可不是未来。眼前的女人可不是自己的前妻。瑶瑶淡淡嗯了一下。等你退出房间后，她深吸口气，扫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2025年6月1日。哇，穿越了，回到10年前嘛。对了，这个手机还是我在淘宝苹果官方旗舰店上新买的 iPhone 16，我记得只花了5999元，搭配 A18 芯片，超快超智能，电池续航大涨，视频播放最长可达22小时。还有同样在淘宝苹果官方旗舰店上买的 AirPods 4，由 H2 芯片驱动，上耳更贴合，音质再升级，普通版只需要999元。这么说，我在淘宝阿里自营的喵速达电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索尼 PS5 游戏机 Slim 轻薄版国行应该也到了，限时直降2720元，30天价保，只花了我3299元。那么是时候可以守望黑神话悟空了。买数码产品果然还是淘宝香，不仅有正品保障，价格也十分划算。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附窗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，来会场获得同款好物，也可以直接上淘宝搜索年轻就要购，直达会场，流行好物轻松 get。各个品牌超大力度补贴，想买什么就到淘宝逛逛，超多活动和优惠，还是淘宝香。喜欢的粉丝们千万不要错过。重生了也意味着自己的未来有无限可能。对了，这辈子绝对不要和小芬结婚。那家伙虽然人很好，离了婚也会舍命救自己，可这辈子要换个活法。当初真是脑子昏了，才会听父母的鬼话，还好上天眷顾，给了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这辈子我要好好学习，努力深造，做一个白富美，找一个高帅小奶狗。至于小凡，那家伙本来也不喜欢我，也希望他这辈子遇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吧。可一想到28岁的他扑过来的那个镜头，又有点失落。那家伙要是也重生就好了，干嘛冲过来啊？这是蠢货！时间就这么很快过去，到了毕业日，这题是分别日，全年级的气氛都是比较低沉的。和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拥抱后，准备出校门的时候，看到了青梅，他笑道：怎么，我感觉你一点也不悲伤呀？哪有，我可悲伤了，嘿嘿，才不！一想到高考完就能读大学，迎来崭新人生就开心。倒是记得上辈子姚希这时候应该是哭得梨花带雨吧，还问自己会不会和他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那会儿自己也心情低落，两人还暂时突破了友情的限制，在同样的树下抱了好一会儿。坏了，汗流浃背了，这次绝不能重蹈覆辙。两人快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姚
姚希突然拉了拉你胳膊，要抱抱吗？看着他有些戏谑的眼神，你脑壳包吧，转身就走。看你的背影，他倒是松了口气。看来结婚后他的确没有撒谎，这家伙居然真的没有喜欢过自己。晚上的散伙饭，大家齐聚一堂，饭吃的差不多了，你收到一条消息，班长火灵儿出去吹吹风，附带还有一张天台的照片。确认无疑是重生，上辈子也是收到这样的消息，在天台被人告白。走上楼，班长靠在天台的围墙上，夏日的晚风吹动头发，些许是酒喝多了，脸红的厉害。看到你来，他笑了。今晚月色真美啊！是啊，这月亮真大。沉默良久后，火灵儿鼓足了勇气：萧凡，你和姚希是情侣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俩好哥们儿。说着瞥了眼身后的铁门，没错，上辈子姚希机缘巧合下，这个时间点就站在铁门后，听完了所有对话。不过当时班长刚说完，他就忍不住发出惊呼，以至于班长大人羞红脸跑开了。场景又切回现实，火亮的声音如若蚊蝇：我喜欢你。你却摇摇头，抱歉啊，班长，你是个很好的人，但我想对于喜欢这件事情没办法勉强的。这次告白以火灵儿在你怀里抽噎10分钟而告终。等他红着眼跑开后，铁门后的人居然是刘阳光。好吧，白学构图，自己喜欢的女孩喜欢自己的兄弟，还扑在对方怀里，那这会儿就来个 BGM 吧。雪花飘飘，微风萧萧。另一头在楼下漫步的姚希摇了摇头笑了，想起来上辈子自己脑子一抽，居然想去天台吹晚风，结果就撞见了班长对萧凡的告白。因为自己的出现让班长产生误会，最后无疾而终了。这一次啊，得学聪明点，希望那家伙能接受告白，到时候俩人也算是分道扬镳，省得若干年后又是一场悲剧。只是想起来在大卡车撞过来之前飞扑过来的那个身影，多少有点惭愧。那个家伙还真是个脾气好的烂好人，可惜两人之间迸发不出爱的火花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回酒店，可刚走了一半，就看到夏木正朝着自己挥手。他倒是记得这个家伙是同班同学，不过没有太多交集。看到他有点发烫的脸，哦，懂了，这是有事儿啊。那个姚希同学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我很喜欢你。瑶瑶心中还是有点小窃喜的，果然像我这样既聪明貌美一身的美少女，在高中就会被人默默喜欢。可恨那个萧凡，和我相处那么多年，居然毫无感觉，虽然我也毫无感觉就是了。正想着，眼神一愣，目光穿过夏木，看向了不远处树木旁边走过来的那个人，不就是萧凡吗？另一头，你刚下楼就撞到这个场景，所以这个毫无浪漫可言的女人是被表白了。仔细想想，两人结婚的时候似乎都没有说过什么喜欢之类的。叹口气，当初结婚真的脑子抽抽了，但是吧，这会儿看到夏木的表白，你却觉得有点不得劲儿。虽然严格来说也不算是被扭了，但越想越气啊！想起上辈子被他无意间捣毁的火灵儿告白，这叫什么事儿吗？另一头，姚希收回目光，哈哈，小凡，看你的青梅被别的男人告白了，是不是破防了？好了，斗也斗完了，该结束了。夏同学，其实我不等你说完，只见那个灰毛突然跑了过来，在夏木诧异的目光中，一把握住小臂，不等他反应，你挥挥手，哟，在这儿呢，咱们回去吧。听说要拍照了。夏木有点尴尬，咽了口唾沫，看到被你抓住的手腕，眼中闪过一丝低落，勉强笑笑。今天外面的蚊子还挺多的。路上也有冷笑，看来当初那家伙说什么婚后完全不喜欢自己，也是假话嘛。果然看到我被人表白，吃醋了吧？这样才好，以后找个帅哥结婚，他才会因为虚无的占有欲难过好久好久。你这边嘛，心里也在窃喜，总算报复回去一把了。这女人说不定现在还在幻想自己是不是吃醋喜欢他呢。等上了大学，我找个漂亮的白富美，这女人说不定要躲在被子里暗戳戳哭上好一阵，哭哭哭。哎耶！回去路上，你和姚希隔了好几个身位，他转身，小凡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我怎么了？你明明听到夏木要跟我告白，为什么横插一脚？呵呵一笑，怎么你喜欢他？关你屁事儿！你眉头一皱，你姚希冷笑，你什么你？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想说什么？要，你不会喜欢我吧？你摇了摇头，原本算是缓和的心情啊，不翼而飞。在我大脑坏死、小脑萎缩之前，你觉得我凭什么喜欢你呢？倒是有些人小时候就不知羞的跟在我后面，说什么要做我的新娘子，感到倒天呢。姚希血一下就上来了。果然，这个男人18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极其恶劣的语言暴力。当初离婚前的那段日子，你们也是这样，除了不打架，什么恶劣的话都说得出来。上辈子真是被人下降头了，不然怎么会和这样的人去领证？姚希说，和你这样的人认识18年，还被人揶揄说闲话，真是倒霉。说完扭头就走，你表情平淡，彼此。走了几步就听到瑶瑶在前面吸鼻子，你太了解他了，这是个吵架输赢都要哭鼻子的怪胎。现在肯定攥着小手，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，握着口袋里的手帕，犹豫一下，算了，这时不能心软，这是为了他好，免得到时候两人拉拉扯扯，一起葬送了未来的幸福生活。另一边，姚希情绪起伏不定，可恶，都习惯以前出门的时候说他带纸巾了，明明就算婚后你们也没有这么吵过，那时候还是夫妻呢，现在只是个对门的邻居。
去，可为什么会吵得这么凶呢？果然，两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这种东西，所以才会最后是那么狼狈不堪的结局。还好上天给了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这一次就让我来改写那个不堪的未来，拯救自己的同时，也算拯救一下对方吧。从那天起，你们再也没有聊过。很快，高考成绩出炉，你点击查询，总分617，上辈子599，努力了1个礼拜，还是提高了18分左右的。记得姚希上辈子成绩也是600分左右，虽然上不了985-211，但是想去个一本还是很轻松的。想了想，你决定去沿江大学，这也是你前世结婚后生活的城市。虽然对婚姻并不满意，但对沿江市你还是很喜欢的。反正姚希肯定会因为喜欢海而去天津卫，拜拜了您嘞。另一边，他的生成闷气，可恶，竟然比他低了1分。不过嘛，现在倒是可以想想去哪个学校了。上辈子真是脑子有病才去天津卫，谁家好人天天吹海风啊？想了想，决定选择去附近的沿江大学。绝对不是因为和他一起生活了3年，只是想单纯找个离家近、条件还不错的大学罢了。反正那家伙肯定也会去外地读书。时间很快来到8月尾，你正在淘宝上搜索年轻调购直达会场，挑选着需要用到的行李。大家如果也想购物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击视频下方橱窗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，上淘宝 get 同款好物，也可以直接上淘宝搜索年轻调购直达会场。刚点击下单，妹妹肖若雪一脸不舍扑在你怀里，哥，我有点舍不得你走，不带你要走，姚希姐也要走了，到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你捏捏她的脸，没事啊，我又不是去坐牢。这样吧，我中秋节回来，国庆节也回来，元旦还会回来，怎么样？满意了吧？你不要捏我脸了，我都是大姑娘了。呵呵一笑，大姐，你抱着我的时候怎么不说避嫌了？冷若雪嘿嘿一笑，没关系，反正姚希姐不至于吃我的醋。你眉头一皱，我靠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扯到那个女人身上？我们散伙饭后就没有说过话了。冷若雪翻了个白眼，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口是心非？你不喜欢姚希姐，干嘛要和她考同一所大学？你瞪大眼睛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